中长铁路，中国北方最繁忙的铁路线之一。从1903年正式通车开始，这条主线从满洲里到绥芬河，支线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风云变幻，见证着沿线每个城市的荣辱兴衰。密织如网的铁路线贯穿南北，把鞍山这座城市划分为铁轨以东、铁轨以西。一辆辆列车驶过，焦急的、等待的、疾驰的、缓行的。100多年间，不同时代的列车隔轨相望，因循不绝间，已经沧海桑田。一声声汽笛中，铁轨以西的故事正在娓娓道来。7382次列车准备进一站台6道，检票地点在2号检票口，请各位旅客和车站工作人员做好准备。1978年的春天，22岁的雷芒结束4年知青生活，回到鞍山。在以后的40年间，尽管科技不断地改变着交通方式，但是雷芒的每次出行依然喜欢选择这条有着100年历史的铁道路线。他的父亲耐火材料专家雷天壮，1945年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到鞍山，继而成为鞍钢的传奇人物。外面的天气很冷，在鞍钢1号高炉的旧址，钟祥飞正在寻找当年遗留的蛛丝马迹。可能也就这意思。他一直没有中断对那段殖民历史的研究，这也让他成为鞍钢史研究领域的专家。俄国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中东铁路，其中一个支线，就是说从哈尔滨到旅顺口这一段，叫中东铁路支线。战后日本人将这一段铁路据为了己有，并从此称为南满铁路。正是有了这条铁路，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肆的掠夺南满铁路沿线的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。历史并不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，但在每个人的心里，总是习惯寻找一个开始。鞍山铁矿的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年前。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的满清王朝禁止了一切开采挖掘。不过，觊觎这片土地有丰富矿产资源的是一双双日本人的眼睛。由于一次指南针失灵，幕户中太郎猜测脚下的这块土地含有丰富的铁矿，于是这些侵略者秘密实施了勘探测量计划，
数月后，探测结果让他们兴奋不已。按他们所称，是受托到唐岗子一带去勘察水源，而在唐岗子意外的铁狮山附近，意外的发现了铁矿，其实是满铁早已经有计划的开始勘察鞍山一带的铁矿资源。铁矿石经过破碎、磁选、浮选、重选等工序后，逐渐选出铁，这是生产钢的原料，而这正是彼时日本最需要的矿产资源。不久，一项新的任务让幕户忠太郎、连田弥助、中国人于冲汉更加忙碌起来。他们用各种手段买进八家子、对庐山、前立山的大片土地。侵略者着手布局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阴谋。铁路与机车，工业时代的标志。从这里到那里，不仅打开人们的视野，也传播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基因。鞍钢博物馆，铁西的100年历史和鞍钢的命运，正沿着时光之轨，从一件件历史的遗存中展现出来。1916年，日本政府批准建立鞍山制铁所。1917年4月3日，动工修建高炉的地震祭仪式开启。在那些高挑的灵幡下，闪动的满是贪婪的目光，而那些情愿或不情愿卖掉土地的人们，在疑惑之余，无法预知这片铁路以西的土地将于乱世之中迎来怎样的风雨飘摇。作为鞍山师范学院国学中心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的郑基宇，熟悉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，每一处古迹。这是大部头的，能有20多车。然后这里面它附了很多当时在东北地区，包括在鞍山地区日俄战争的这个作战情况和地图。这里面就涉及到有鞍山地域的，你这个它就是至少在1905年到现在100多年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通过你这些地图的查询吧，你就能发现100多年前的鞍山历史遗迹和最原始的鞍山的那个实地状况。然后你看完之后，你再跟现在这个城市这个现状这个地图要去比较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多故事，然后得到很多信息和历史元素。去按照这个脉络，最早那个辽南古道去延伸沙河砾山啊，然后走到站前这一带，这不站前这一带。这是公园石碣峪嘛，过去叫石碣峪。然后这一带区域，你看这过去叫柳溪屯，现在也有柳溪屯这个地名，但是基本上我听说现在已经
这个村子已经是没有人了哈。然后东马圈子、西马圈子，还有大营盘、小营盘这一带，原来最早就是那个山坡平原地带，而且是以荒木为主。然后它是北临沙河，又靠原来有一个八卦沟叫桃林子河。在他自己珍藏的诸多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档案中，郑基宇正在找寻那些还不为人知的历史。他试图通过尘封的史料，记录下那些带有温度的记忆细节，讲述这个城市被遗忘的鲜活往事。在鞍山制铁所开工建造后不久，这片铁路以西的区域被贪婪的想象摆布开来。3番町、6番町、9番町、永乐町、千岁町、明治通、松岛町。至此，东至南满铁路，北至鞍山制铁所厂区，12个地块被布局。和铁路以东不同，这里成为中国工人和日本低级技工的生活区。在这片区域行政名称不断更改的同时，铁西的人文称谓100年前已逐渐形成，沿用至今。陈猛师傅每天都要驾驶老式电机车，往返穿行于大孤山铁矿和鞍钢厂区之间。20年间，他运送的矿石不计其数。1919年，矿区通往主厂区的第一条铁路开工建设。从此，矿区到厂区之间有了铁路交通。1933年，日本将原定在朝鲜兴建的昭和制铁所改建在鞍山，在原有制铁所的基础上，建设制钢厂、轧材厂。几年后，昭和制钢所成为日本在东北最大的钢铁冶金基地。驶过的列车，满载的铁矿石，在历史进程中，中长铁路让铁西这个区划名词，在发轫之初就与钢铁工业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段往昔岁月里，充满殖民历史的屈辱。行驶的机车两侧是截然不同的风景，一边是充满人间烟火的城区，一边是钢铁洪流的工厂。郑基宇按图所记，来到位于鞍钢炼铁总厂的西山。今日的鞍钢工人面对这段陡峭的转弯路早已习以为常，但在曾经的日子里，当原住民眼中的西山与日本人初次相遇时，又会是怎样呢？西山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铁东地区，也就是八卦地区，有个八卦沟古村。古村以东是东山，我们现在的玉佛山风景区；古村以北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虎山；古村以西，就现在这个位置，现在看就是我们先民称为西山的地方。日本人来了之后，认为它是夕阳西下的地方，就改名为日暮山。1916年，日本人在鞍钢地区进行那个掠夺式的这个铸剑工厂。那么在西山23年建筑了第一雪矿厂，
当时在西山地区，可以想象，它东靠东山，然后南北可望烈士山和对庐山，中间有八卦沟水流过，是一个非常景色优美、易于人居的风水宝地。如今100年前的西山，与铁西只是一墙之隔。斗转星移，铁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00年过去，曾经的街区规划基本保留下来。大铁包、腰马圈，还有那个大营盘、小营盘，这些土地都逐渐的被现代工业文明历年的现代工业文明覆盖。那么日本人来了之后，23年在这个山上建立了第一雪矿场，然后在它以西规划铁西的大世界，在几个古村的基础上规划大世界。1949年盛夏，北纬41度，东经123度，鞍钢正式恢复生产。10万民众的欢呼声响彻1号高炉上空，伴随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1年以前，鞍山解放的最后一声枪响过后，鞍钢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中。中长铁路上，汽笛声依旧悠长响亮。这年冬天驶过的火车，让历史的面孔渐渐模糊。新的一声汽笛迎来了从大连调到鞍山的罗世元，而此时的鞍钢却是另一番模样。在工作之余，罗世元把刚刚结束的鞍钢以最真实的方式记录下来。帮助我们建设鞍钢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了，他们带来了建设社会。1948年，没有形形色色的耀眼的火光，没有颜色深深浅浅而变化多端的烟雾，没有浓浓淡淡的乳白色蒸汽，没有金属的声音，没有动静，仿佛没有人，仿佛很久很久没有人迹了，是被遗弃了的绝境，一切都是死静的。眼前这些凝冻而没有气息的烟囱，死气沉沉的建筑物，沉默的冷却塔，阴冷的瓦斯罐。总之，这么庞大而连绵的工厂区，使人想起古代遗留下来的荒废而残破的遗址。1948年的11月3日，也就是辽沈战役胜利后的第2天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再次回到鞍钢，鞍钢开始着手进行复工。铁西区人民呢，对鞍钢当年的恢复与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在卸掉器材的过程当中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关于1948年鞍钢厂区的描写，完全来自罗世元的生活。10年以后，罗世元以罗丹为笔名出版小说《风雨的黎明》。风雨的薄明中，工厂建筑物带着哀愁的无色的色调，迷迷蒙蒙，隐隐约约显现出来。解放了的鞍山充满希望的光彩，洋溢起新鲜和朝气。1952年夏天，
鞍钢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。鞍钢的建设是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先声。支援鞍钢就是支援全国工业化。全国各地近200个工厂和生产单位，先后接受了鞍钢的订货，保证及时供应鞍钢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器材。完了，又有的是画的那种美国退休的雷芒专程来到鞍钢耐火材料厂。在笔记本上有。对他而言，这将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行程。他小心地存放着父亲的重要遗物。每回到这都是那种感受很难说。70多年前，雷芒的父亲，耐火材料专家雷天壮，从重庆来到了弥漫着抗战硝烟的鞍钢，担任耐火厂第1任厂长、总工程师。1956年研制成功平炉顶用的镁铝砖，开始推广应用。当年的制砖工艺早已更新换代，日记本中的试和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雷芒面前。这一刻，雷芒仿佛看见父亲的身影，正穿越历史，向自己走来。实际我也是铁西人，从大西街到九街口，然后这几年铁西变化挺大的，不管是从环境啊，还是整体的治理啊，还是从高楼大厦呀，整个铁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朝气蓬勃的一个感觉，让人感觉它是一直在往上走。编号05的电机车即将退役。面对这辆产自1959年的前民主德国的伙伴，陈猛内心有一丝不舍。郑基宇的《钢都100年成绩》再次出版。经过梳理的城市，记忆变得直观，并且触手可及。雷芒决定把父亲的所有遗物捐给鞍钢博物馆。历史不可思议地回到原地，这也是文物本身最应有的归属。照片上的雷天壮目光坚毅，那段峥嵘岁月在凝眸间悄然逝去。如今，一座座大桥横跨铁轨东西，从北道口的拥塞到虹桥建成，
从民生地道桥开通到几座立交桥通车，如彩虹，如风景，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一起，成为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。铁轨以东，铁轨以西，早已血脉相通。铁西正从重工业基地成为百姓宜居示范区。百年风雨，百年跌宕，如今铁西的双臂更显得自信与宽容。铁轨以西，这片依鞍钢而生的城区，正抹去岁月的浮尘，开启新的历程，新的故事。曾经，鳞次栉比的工厂是铁西独领风骚的名片。工业深深镌刻于铁西的血脉，工业已然成为铁西的魂。几百家工厂或消失，或迁移，但工业的记忆须臾未曾远去。铁西更没有遗忘工业文化的传承。百年工业历史演进形成的铁西文化厚重珍贵，请看纪录片《铁西》第2集《兴盛之路》。